你还记得吗？第一是在那个吵吵闹闹的街机厅，听到那声波动拳传过整个空间，那种震撼的感觉吼。今天我们就要回到那个改变了一切的时刻，来好好聊一聊《快打旋风2》。嘿，它可不只是一款游戏那么简单，它根本就是一个文化现象的开始。说真的，在1990年代初期，卡普空推出这款游戏的时候，没有人想得到它会掀起这么大的波澜。街机厅里，那台机器前面总是排着长长的人龙，投币的锵锵声从来没停过。它不只是定义了一个时代，老实说，它根本就是亲手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格斗游戏时代。好，所以问题来咯，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开始的？在那个90年代初，有点混乱又充满活力的街机厅里，快打旋风2到底是怎么杀出重围，变成一个全球都在讨论的现象级游戏？答案嘛，其中一部分就藏在这个数字里。你看，在那个大部分游戏只有1-2个主角的年代，快打旋风2冠军版竟然一口气给你12个，而且每一个都风格迥异，来自世界各地。这在当时说真的是想都不敢想的一件事。而且啊，这些角色就是这款游戏的灵魂，他们真的不只是几个像素点而已，每一个都是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背景，还有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战斗的目标。说到角色，就不能不提这2位了，可以说是格斗游戏史上最经典的一对宿敌。左边的龙很严谨，很自律，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追求武道的极致。然后右边是他的好朋友肯，天赋异禀，但风格就华丽很多。这种努力型的天才对上真正的天才的设定，不只定义了他们2个，也成为后来超级多游戏角色的参考范本。再来就是春丽，她绝对是游戏界里一个开创性的女性角色。你看，她不只是来打架的，她真正的身份是一位国际刑警，目的就是要为被杀害的父亲报仇。所以当她喊出那句"我是世界上最强的女人"，那不只是口号，听起来更像是她复仇的决心。还有盖尔，这位美国大兵也是来复仇的，为了他最好的朋友查理，所以他来参加比赛，唯一的目标就是打倒那个凶手拜森。更有趣的是，他那个玩法，你知道吗？那个需要集气的玩法，要先蹲下或后退防守，才能发动攻击。这就完美体现了他那种军人冷静、等待时机的性格。OK， 那么这些这么有个性的人物，他们到底是怎么打的？这就要讲到这个游戏最核心的机制了，一套超越了普通拳打脚踢的系统，感觉就像是格斗家之间才懂的秘密语言。整个游戏的精髓就是这个东西——必杀技。这就不是说你只要乱按得快就好，不是的。你必须要输入一连串非常精确的摇杆指令和按键，才能放出角色的招牌攻击。就是这个设计，完完全全的改写了格斗游戏的玩法。来，这就是游戏史上最经典、最有名的一串指令——波动拳。很简单哦，你只要转动摇杆，下前，然后啪，第二下拳，就这样，一颗能量球就从你手里飞出去了。就是这种把复杂的指令变成画面上超帅的招式，这种体验就是当年让无数玩家投了不知道多少钱，玩到不想回家的魔力啊！然后啊，这就衍生出了2种最核心的玩法。左边这种我们叫转动型，像是龙跟肯，讲求的是进攻的节奏，要很流畅的输入指令。右边这种就是集气型，像盖尔，你需要很有耐心的防守，等待最好的攻击时机。所以，你想当一个主动的攻击者，还是一个冷静的防守反击者？这一切在你选角色的那一刻就决定了。不过，快打旋风2真正让人疯狂的地方，还不只是这些，而是那些藏在游戏里面的秘密。就是这些秘密，在当年学校的操场、福利社，催生了无数的传说，也点燃了所有玩家想要去探索的那种欲望。
所以那些游戏说明书上从来没写，官方也从来没讲的秘密，到底是什么？你要知道，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 YouTube 的年代，所有的资讯都是靠大家口耳相传，就是这些谣言，让大家心甘情愿地投下一个又一个的代币，只为了去验证一个传说是不是真的。其中一个很有趣的秘密，就是你可以选到角色的超级版本。只要在选人画面的时候输入一个密码，你就可以用角色的原始配色，听起来很酷，对吧？但代价是你没办法用抄笔杀技，就像当时的攻略本上开玩笑写的，其实好像反而比较烂，还加了一个吐舌头的表情，这算是一个给高手炫技，或是给怀旧玩家的一个特别选择吧。可是呢，在所有这些秘密之上，还有一个终极的传说，那就是有一个你甚至在选人画面上根本看不到的一个隐藏版的挑战者。这就是传说中用来召唤好鬼的仪式。你看看，在选人画面的时候，你必须像在进行什么神秘的仪式一样，超精准的在龙身上停2秒，然后飞鹰2秒，盖尔2秒，欠咪2秒，最后再回到龙身上停2秒，然后按下清泉。这个又复杂又神秘的顺序，就是打开游戏终极秘密的钥匙。当年能在街机厅里成功叫出好鬼，那绝对是最高等级的炫耀。好了，30多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到今天还在聊这款游戏？它到底留下了什么样的传奇，让大家到现在还忘不了？说真的哦，快打旋风2的影响太深远了，它根本就是为现代所有的格斗游戏立下了一个标准范本，是它让连段和必杀技这些概念变得普及。它创造的那些经典角色原型到现在你还是能在各种新游戏里面看到他们的影子。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点燃了全世界玩家对战的那把火，也才催生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庞大的电竞社群。所以聊了这么多，最后我想问问你，对你来说，快打旋风2到底意味着什么？可能是一段单纯的童年回忆，是某一次跟朋友在街机厅的激烈对决，还是一个在你心中永远不会褪色的传奇？